非联手众人击退火星马兹胜。乔伊波伊给巨大机器人的遗言公开。海贼王漫画第1119话第一波情报更新，弹头岛的终极大战即将进入尾声。见到路飞和波尼一起变成太阳神尼卡，巨人族的战士们异常兴奋，为他们二人呐喊助威。火星马兹胜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表明波尼是虚假的变身，他并不是真正的尼卡。于是就朝着2个太阳神尼卡发动火焰攻击。路飞立马变成巨大的气球，挡住火焰，保护住了波尼。与此同时，路飞告诉在场的所有人，5个怪物都具备超强的恢复力，任何攻击都不能造成伤害，只有将他们打飞才是最好的作战方法。山治弗兰奇联手路飞和波尼，4个人一起将火星马兹胜打飞。就在此时，古代机器人恢复意识，贝加庞克的广播也重新响了起来。他告诉世人，地就是继承某种意志的人。乔伊波伊希望那种意志可以永远传承下去。画面给到代码海贼团的成员，他们对此感到莫名其妙。薇薇和摩根斯也表现出一脸茫然的表情。击败火星马兹胜后，路飞立马朝着木星比特胜发动攻击，水星沃丘利胜则来到大海中，开始攻击巨人族的海贼船。经过一轮战斗，波尼的体力耗尽，重新变成小孩的模样。看来尼卡的最大弱点就是能量消耗大，不能长时间进行战斗。跌入大海中的古代机器人回忆起乔伊波伊最后对他说的话：埃米特，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必须……古代机器人突然从海中跃起，开始攻击水星沃丘利胜。路飞见状直接喊了一句：机器人！以上就是本话的第一波情报。坏消息是下周休刊。尾田公开卡普战败蜂巢岛的真正原因，也难怪雷利会说正面打不赢现在的黑胡子。被称为海军英雄的铁拳卡普，一直被认为是海军中最强的存在。据说卡普打任何人都只用一拳，原因是没人能扛得住他的第二拳。想当年在神之谷战场上，卡普联手罗杰击溃史上最强的洛克斯海贼团，对方是白胡子、凯多等一群顶级强者，也没能从卡普和罗杰手中取得胜利。后来卡普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又联手战国把金狮子关入海底监狱。为何会在黑胡子的蜂巢岛战败失踪，一直是海米们很不能理解的事情。得知大徒弟科比被黑胡子绑架后，卡普带着几个 SWORD 成员来到黑胡子的老巢，直接来了一拳霸王色缠绕银河冲击，差点将一座城镇彻彻底底摧毁。对战曾经的首席弟子青雉，战斗力可以说无限接近当今海军元帅赤犬，也只是用了一招海底落下搞定青雉。等青雉重回地面后，已经满脸是伤。打黑胡子海贼团的几位干部，也都是以几乎秒杀的方式完全碾压对方。巨大战舰圣胡安恶狼体型堪比一座岛屿，被卡普轻松扔到大海之中。大九使用的火焰攻击，卡普完全没当回事，直接用人墙抵挡住伤害。溪流靠着偷袭科比将卡普重伤后，也被一拳头砸在脑袋上，满脸是伤。恶阵王将身体融入整个岛屿，还是被重伤的卡普一拳打得头破血流。假如卡普不管科比等人的安危，他完全有能力将整个蜂巢岛摧毁。最终还是为了保护索尔的成员离开，遭到青雉等人的围攻后下落不明。从此也可以确定，卡普之所以战败，并不是他不能击败黑胡子海贼团的人，而是为了掩护弱小的索尔成员，不能100%发挥出真正的战斗力。尾田也曾在漫画中强调过这点。当时暴君雄询问龙为什么一直去风车村，龙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告诉暴君雄，如果想杀掉他就继续追问下去。紧接着龙又对暴君雄说，孩子是父母最大的弱点。暴君雄也表示认可。龙的这句话间接回答了卡普战败的原因，就是为了救这些 SWORD 成员，卡普才会被溪流用隐身果实偷袭受伤，最终被多人围攻，战败后下落不明。现在想想，雷利说正面打不赢黑胡子，应该不是说自己的实力不如黑胡子，而是说战场在九蛇岛，一旦自己使用全力击败黑胡子，会波及到女儿国的人。黑胡子的战斗力被严重低估，他有可能已经是当今的最强四皇。自从路飞和凯多决战完结后，就有人觉得黑胡子不算顶级强者，因为凯多说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而且最强的霸王色缠绕攻击，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掌握。见闻色霸气的顶点也再次被提升，所谓的见闻色预见未来并不是最强，能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才是最高层用法。目前只有红发一人会。武装色的最高用法是流鹰，从敌人内部发动攻击，黑胡子也没有掌握。从3种霸气的运用来看，黑胡子都不算顶级强者，也不是凯多口中的称霸之人，而且黑胡子的战斗太依赖恶魔果实的输出，在对战罗的过程中也能体现出来。当时黑胡子只使用阵果实战斗，被罗用手术果实觉醒能力狠狠揍了一顿，之后黑胡子不得不开启暗果实，才将赏金30亿贝利的特拉法尔加罗击败。因此有海米认为，黑胡子打罗都如此困难，他的整体实力不属于最顶尖水准。还有在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黑胡子带着2个手下攻击九蛇岛抢甜甜果实，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炽天使鹰眼。从场面上看，黑胡子打得非常吃力，如果2人继续战斗下去，黑胡子即便能击败小鹰眼，自己也会受到重创。对战赏金只有16亿5900万的汉库克，还得靠着偷袭才能抓住对方。同时也强调正面与汉库克对战，
自己也无法逃过甜甜果实的石化攻击。随后，冥王雷利释放着霸王色登场。黑胡子见状，吓得脸颊流汗，不敢动弹。在汉库克解除石化之后，也不敢继续抢夺甜甜果实，带着2个手下离开。雷利也强调说自己已经老了，无法正面击败拥有2颗果实的黑胡子。当年在香波地群岛时，卡普对雷利做出评价，认为他能匹敌白胡子。白胡子临终前回顾一生，也强调雷利是能比肩自己的传说级海贼。如此来看，雷利的综合实力要超过四皇，都自叹打不赢现在的黑胡子。而且黑胡子没有展示过霸王色霸气，并不代表他不拥有这项顶级技能。与此同时，黑胡子的2颗果实都没觉醒，战斗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旦黑胡子吃下第3颗恶魔果实，再将霸气的修炼提升一个档次，战斗力很可能不会输给香克斯，成为当今4皇中最强的一个人。七武海中战斗力最强的6个人，果实开发最完美的暴君熊才排第4，有3个人的战斗力能抗衡4皇。第6名克洛克达尔。别看老沙当年只有8100万的赏金，居然挑战过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曾经还和巴雷特有过战斗，据说是打成平手。巴雷特的实力可不输雷利，在阿拉巴斯坦被路飞打败，一方面是轻敌，另一方面是路飞的主角光环。来到顶上战争，老沙的表现非常好，与多弗朗明哥战斗场面上也是五五开，与世界第一剑豪鹰眼对战，也能让对方乖乖停手，不再继续攻击路飞。后来用一招沙漠大剑劈开赤犬的身体，可见他的实力很接近大将水准。目前老沙的赏金是196500万，不比任何一位皇父的赏金低。第5名多弗朗明哥，明哥和克洛克达尔的实力很接近，两人在顶上战争也是不分胜负。不过明哥已经展示过恶魔果实觉醒能力，吊打过4档状态下的路飞。明哥还拥有霸王色霸气，虽然没掌握霸禅攻击，天赋上比老沙好一点。不过明哥对战罗的时候，暴露出武装色不强的弱点，实力上限也不会很高。第4名暴君熊，大熊绝对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战斗力，对恶魔果实的开发也是堪称完美，不仅拥有堪比光的移动速度，还有超强的回复能力，让人瞬间精神百倍。在香波地群岛时，大熊主动介入雷利和黄猿的战斗，实力应该不输他2人。当黄猿让暴君熊给个交代时，他并没有听从命令，一点没把黄猿当回事。即便是成为没有感情的奴隶，赤犬也得亲自出马，反映出大熊真的很强。第3名女帝汉库克，在七武海中，汉库克是唯一的女性，却被战国夸赞拥有接近大将的实力。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黑胡子带着2名手下前往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结果大九和戴鹏被瞬间石化。趁着汉库克攻击克比，靠偷袭才抓住女帝。黑胡子自己也说了，一旦自己松开手，也会被甜甜果实的石化攻击打败。从黑胡子畏惧的态度来看，汉库克绝对拥有抗衡4皇的战斗力。第2名鹰眼米霍克，作为世界第1大剑豪，鹰眼的战斗力不用强调，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曾经与香克斯多次打成平手。海军也强调鹰眼的剑术在香克斯之上。目前鹰眼的赏金是35亿9千万贝里，比4皇路飞和巴基还高出很多。鹰眼对武装色的修炼很高，已经打造出黑刀，应该还具备霸禅攻击。第1名黑胡子蒂奇，当年黑胡子击败开始成为七武海，目的是前往海底监狱寻找伙伴。来到马林范多之后，黑胡子击败最强男人白胡子，得到超人系阵阵果实，之后击败马尔科率领的众多队长，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皇帝。不过黑胡子对霸气的修炼不强，被罗用手术果实狠狠揍了一顿。暗暗果实对鹰眼并没有克制作用，说不定黑胡子还打不过世界第1剑豪。尾田再次加强鹰眼的战斗力，不输现在的任何一位4皇。打拥有2颗果实的黑胡子很轻松。鹰眼的实力有没有4皇级别，一直是海女们争论的话题。有人说他曾经与香克斯多次决斗，据说每一次都是不分胜负，而且当时的香克斯还没有断掉左手，可见鹰眼绝对拥有4皇级实力。不过也有海米说，鹰眼在顶上战争攻击白胡子，斩击被钻石乔治挡下。鹰眼也强调主动攻击，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与世界最强男人的差距。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自己与白胡子的战斗力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在世界会议期间，藤虎联手利库王等人提议将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克洛克达尔提议鹰眼联手与巴基一起成立了十字工会。随之鹰眼的往事公布，曾经是一位海军猎人，赏金高达35亿9千万。刚当上4皇的路飞是30亿，巴基是31亿8千9百万，都比鹰眼低很多。而且海军在介绍鹰眼的时候特意强调，他的剑术比4皇香克斯更强。如此来看，鹰眼的真正实力不输4皇，也不会比香克斯有什么差距。自从路飞在鬼岛击败凯多后，霸王色缠绕攻击已经是顶级强者的标配。香克斯用一招罗杰使用过的神臂，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卡普用一招霸禅攻击银河冲击，几乎摧毁了蜂巢岛的一座城镇。鹰眼的霸王色缠绕攻击到底有多强，还需要后面的剧情加以证明。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手下攻打九蛇岛，目标不是霸占第1美女汉库克当老婆，而是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黑胡子是看过恶魔果实图鉴的人，
甜甜果实有何特殊能力，他最清楚。不过在攻打九蛇岛的时候，海军也派遣了赤天使去抓女帝汉库克。赤天使鹰眼与黑胡子爆发战斗，从场面上看，赤天使鹰眼并不落下风，黑胡子对赤天使也很畏惧，迫不得已开启暗暗果实，才将小鹰眼逼退。贝加庞克利用七武海的能力创造赤天使，战斗力不会超越真正的七武海，小鹰眼都能让黑胡子感到棘手。如果是真正的鹰眼与他展开决斗，即便黑胡子拥有阵阵果实和暗暗果实，想打赢第一剑豪也非常困难。首先，鹰眼米霍克并不是能力者，暗暗果实对他来说并没有克制作用，而且鹰眼能打造出黑刀，也能与香克斯打成平手，霸气的修炼绝对不弱。黑胡子目前的弱点就是霸气不强，能不能打过现在的鹰眼还真不好说。尾田公开最强的超人系果实，并不是路飞的幻兽种尼卡果实，在香波地群岛救过索隆一命。说起最强的超人系果实，很多人会觉得是阵阵果实，他的能力者是白胡子，也被世人称之为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的赏金是50亿4600万，仅次于罗杰的55亿6480万贝里。当年在无名小岛遇见罗杰，两人使用霸王色缠绕对轰不分胜负。后来去马林范多救艾斯，战国对白胡子非常忌惮，让手下们不得大意。就连卡普也很认可白胡子的战斗力，强调他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即便是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也能暴揍拥有4皇级战斗力的赤犬。不过黑胡子让阵阵果实的实力下降，居然打不赢觉醒的手术果实。暴君熊的肉球果实能力公开，也有不少海米认为那就是最强超人系，不仅拥有毁灭一座岛屿的破坏力，还拥有让人瞬间恢复的治疗能力，速度甚至能达到堪比光速的瞬间移动。也难怪萨坦圣执意让熊当七武海。不过暴君熊没有击败过顶级强者，肉球果实很难成为最强的超人系。经过鬼岛屋顶一战，路飞的尼卡果实绝对算上的最逆天的果实，不仅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战斗，还拥有心脏之骨能瞬间恢复，甚至还能凭空造物进行战斗，就连世界最强生物凯多都不是其对手。现在的路飞已经成为赏金30亿的4皇，战斗力也绝对在海军大将之上。不过尼卡果实到底属于超人系还是动物系，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在最新的漫画1101话中，尾田公布了碎碎果实一项非常逆天的能力。波妮不仅能改变他人和自己的年龄，还能让未来的时空产生扭曲。9岁的波妮就利用扭曲时空的能力，变成太阳神妮卡击败了阿尔法。既然波妮能扭曲未来的时空，也可以说碎碎果实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波妮变成一个小女孩，将索隆扑倒在地，应该就是预见到索隆会真的拔刀战斗，干掉天龙人查尔罗斯圣。还有波妮利用碎碎果实变成妮卡，居然比路飞更早成为太阳神，这也大大增加了波妮的战斗力上限，变成罗杰妥妥的4皇级战力。不过碎碎果实扭曲未来时空以及变成其他人战斗应该什么限定？而且凯多也说了，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波妮对霸气的修炼不强，即便碎碎果实很逆天，他的实力也不会太强。龙身上的谜团终于全部揭晓，亲口说出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路飞的老妈长得并不是很好看。随着暴君熊的回忆完结，龙的往事也逐渐清晰。第一个就是龙脸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首先可以确定并不是卡普的鞋底印，因为龙不像路飞那样叛逆，他按照卡普的意愿成为一名海军，不过在那里看不到想要的正义，才选择从海军离开。为了推翻天龙人的统治，创建了革命军。奥哈拉被屠魔令毁灭之后，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遇到贝加庞克。当时龙的裤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图案，与现在脸上的花纹一模一样，那个图案很可能与义勇军有一些关联，代表着他要推翻天龙人的决心。第二个谜团是龙的恶魔果实是什么？当年在罗格镇出场，龙用一道闪电命中巴基，将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随后天空中下起暴雨，之后又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团安全出航。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推断龙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在海贼王漫画1099话中，龙给自己传起的名字用德文翻译是暴风，而且龙还告诉熊让命运之风自由吹拂，可见龙就是风的操控者。第三个是龙的老婆，也就是路飞的母亲是谁？曾经有海米推测，路飞的母亲是天龙人，龙身为海军与他相爱，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路飞的母亲丢掉性命，龙才决定对抗天龙人。现在我们知道龙参加过海军，但在他离开海军之后，路飞才降生于世，可见龙是在壮大革命军的过程中才遇到路飞的老妈相爱生子。而且尾田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路飞的母亲，可以确定他目前还活着，具体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会不会出场都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不过尾田还说了，路飞的母亲不会很漂亮，而且性格也非常暴躁，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只要路飞不听话就会狠揍一顿。从这段描述来看，东海的山贼达旦与路飞母亲的形象很接近，而且路飞从小就跟在达旦身边，也可以说达旦就是路飞的养母。随着龙身上的谜团慢慢揭晓，路飞的母亲出场也应该不会太远了。目前龙身上还有一个谜团，就是他的悬赏金到底有没有50亿？被吴老星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龙的赏金也绝对不会低。
很可能会接近罗杰和白胡子，拥有不低于50亿倍利的悬赏金。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终于公开，吃了它就是海贼王中的第2强者。不过那颗果实已经被尾田彻底雪藏。自然系一直被认为是3系恶魔果实中最强的一种。在顶上战争时，3位海军大将都展示过自然系毁天灭地的力量。轻质的洞洞果实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海啸瞬间冰封，赤犬的岩浆果实不仅能燃烧火焰，还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炼狱。最强的自然系果实到底是哪一颗，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后曾说过，那就是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拥有世界上最凶恶的力量，可以吸收任何能量造成的伤害。一旦被黑胡子释放的黑暗元素触碰，能力者的恶魔果实也会失效。黑胡子靠着暗暗果实击败艾斯，从一个无名小卒晋升为七武海，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单单从果实对拼来看也占据绝对优势。不过暗暗果实不能让身体元素化，还会带来双倍疼痛，算是一大缺陷。赤犬当上海军元帅后，生命卡信息更新，也有了岩浆果实的详细介绍。相比超人系和动物系恶魔果实，岩浆果实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从赤犬的战斗表现来看，岩浆果实的确拥有最强自然系的资格。对战受伤的白胡子没有太大劣势，被偷袭暴揍后也能重创对方。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所有队长，也自信能将路飞的脑袋留下。不过在面对香克斯的时候太怂，被吓得脸颊流汗，一动也不敢动。艾尼路在空岛登场时，娜美就说过，响雷果实是最强自然系。从艾尼路的表现也能证明这一点。草帽团除了路飞被挨个秒杀，结合能覆盖整座岛屿的见闻色霸气，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无死角打击。大招雷银的破坏力堪比远古兵器，只要一击就能将一座岛屿毁灭。如果武装色霸气不能抵御雷电，响雷果实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好在路飞的橡胶对雷电有免疫作用，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击败艾尼路。尾田曾在 SBS 中公布最适合草帽团的果实，索隆可以吃下鱼果实青龙形态，最适合娜美的恶魔果实就是响雷果实，那样她就会变成真正的天后女王，也会变成全世界攻击力最强的人。当然雷电攻击对路飞不会造成伤害。从此也能看出，尾田也认为艾尼路的响雷果实就是最强的自然系。不过艾尼路已经前往月球，响雷果实很难在剧情中出现了。不过尾田好像忘了，娜美不用雷电攻击也能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卡塔库利的真正战斗力公开，天赋和技能不输任何海军大将。黑胡子对他的评价果然没有错，在所有皇父之中，卡塔库利的赏金不算高，只有10亿5700万，不仅比13亿900万的岩灾劲低，甚至还没有刚当上皇父的索隆高。不过卡塔库利算得上6边形战士，对3色霸气的修炼都是高水准。武装色霸气没达到流鹰层级，也比当年路飞的武装色硬度高。见闻色不像红发那样掌握见闻杀，也能达到短暂预见未来的水平。很小的时候便觉醒了霸王色霸气，应该还没有掌握最顶尖的霸禅攻击。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目前只有从大将升职为元帅的战国拥有霸王色，赤犬青雉以及黄猿都未确定有霸王色。这一项天赋明显不如卡塔库利，对超人系诺诺果实的开发也非常完美，甚至一度被认为他吃了自然系，也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当年只有4档的路飞被他完全吊打，虽然被开挂的路飞击败，但从路飞疑惑的眼神来看，未必是卡塔库利真的输了。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当卡塔库利出现时，红发海贼团也颇为惊讶，而且卡塔库利的见闻色预见未来，对战歌之魔王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过却遭到了香克斯的调侃。见闻色预见未来可不是他一个人会，可见在香克斯看来，卡塔库利是一位强者，但还算不上顶级水平。在所有的皇父之中，也只有卡尔一个人展示过见闻色预见未来。马尔科和镜对霸气的修炼不算强，溪流太依赖果实，霸气修炼也不会强。索隆刚刚觉醒霸王色霸气，对见闻色的修炼也未展现出很强的水准。本贝克曼据说拥有4皇级别的水准，也拥有不输任何大将的霸气修炼。可是，在对抗基德海贼团时，他询问香克斯是否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难道说本贝克曼的见闻色不如卡塔库利，还没达到预见未来的水准？黑胡子对卡塔库利的评价特别高，也认定他拥有大将级别的水准。为了解读路标历史正文，黑胡子派遣范奥卡和亲自闯入蛋糕岛，目标是将3眼族的布林抓回来，利用他的觉醒能力解读古代文字。当时大妈带着半个海贼团在河之谷，只有卡塔库利和克利架在蛋糕岛。黑胡子让亲自前往，也是认定卡塔库利很强，只有亲自才能与之抗衡。如此来看，卡塔库利是否拥有抗衡海军大将的战斗力？神之谷大战出现一个惊天细节，黑胡子难道真是洛克斯的后代吗？随着暴君熊的往事揭晓，神之谷大战的经过也逐渐清晰。38年前，天龙人在神之谷开战狩猎活动，目的是屠杀当地的居民。伊万科夫为了逃命，将消息透露给海贼，并强调奖品是恶魔果实。想做世界之王的洛克斯得知后，立马带着洛克斯海贼团来到神之谷。夏洛特00的目标很清晰，就是抢夺作为狩猎奖品的恶魔果实，一拳打飞拿着鱼果实的伊万科夫。
后来将那颗果实送给了凯多。另一个是超人系肉球果实，在伊万科夫的提醒下被大熊吃掉。罗杰也收到了神之谷的消息，带着雷利和贾巴等人参与了战斗。当时身为中将的卡普还在休假，钢骨空请求他去神之谷救天龙人。起初卡普并不愿意，得知罗杰也参战后，才立马带着手下登场。当时的神之骑士团也加入战斗，不过只有年轻的加林胜算得上强者。洛克斯海贼团一直占据上风，打得海军毫无还手之力，节节败退。最终卡普选择与罗杰联手战斗，才将洛克斯海贼团彻底击败。从各方势力加入战斗的画面中，可以发现一个与黑胡子有关的细节：罗杰海贼团参战时，罗杰占据 C 位，神之骑士团是加林胜作为领导者，海军一方是中将卡普率队，但洛克斯海贼团的领导者却是白胡子。金狮子凯多和大妈都参与了战斗，但洛克斯却没有在画面中出现。按理说，如此重要的战斗，身为船长的洛克斯不可能不参与战斗。从洛克斯海贼团登场的画面中，可以在右上方发现一个很小的人，他的双手都用着钩爪，从外形上看，很像是年轻黑胡子使用的钩爪，而且那个人的身高并不算高，与洛克斯矮小的身材也比较相近。如果他就是洛克斯本人，可见黑胡子与洛克斯的关联又增加了。两个人都有做世界之王的梦想，还使用着相同的武器钩爪。蜂巢岛曾经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地盘，现在又被黑胡子抢占。黑胡子与洛克斯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难道他真的是洛克斯的后代吗？时隔1年的伏笔终于揭开，黑胡子放弃甜甜果实，并不是害怕冥王雷利。当时还有2位大将级老太婆在九蛇岛。七武海制度废除后，黑胡子立马带着手下来到九蛇岛，目标就是汉库克的甜甜果实。据说那是唯一的双生恶魔果实，除了能让敌人瞬间石化外，还可以变成传说中的海妖美杜莎。当时海军也抵达了九蛇岛，为了抓捕汉库克，出动了2名炽天使。汉库克也没有束手就擒，将黑胡子的2个手下与海军一并石化。不过自己却被黑胡子趁机抓住脖梗，随时随地都可能丢掉性命。就在此时，雷利来到九蛇岛，释放霸王色霸气，震慑在场的所有人。他让黑胡子给自己一个面子，放开汉库克，然后乖乖离开九蛇岛。黑胡子不想失去2个小弟，放开汉库克之后，将克比抓回了蜂巢岛。有不少海迷认为，黑胡子之所以选择离开，是畏惧冥王雷利的实力。当时黑胡子的2个手下被石化，杀掉汉库克会面对3股势力的围剿，冥王雷利外加海军和九蛇海贼团的人，黑胡子一个人很难安全逃走。不过事后雷利说自己老了，打不过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当时的九蛇岛还有2位强者会参战，他们的实力应该有大将级别，一位就是雷利的女伴夏琪，是汉库克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当初雷利在香波地群岛暴露身份，卡普就评价过夏琪的实力，强调夏琪是传说级别的海贼，即便海军中的老将遇到他也得小心。如果夏琪和雷利一起攻击黑胡子，即便他有2颗恶魔果实也是白费。另一位也是夏琪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叫古罗利欧萨，也就是杂婆婆。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位老太婆，她年轻时候的战斗力绝对能匹敌大将。想当年杂婆婆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能与白胡子和凯多这样的怪物混在一起，杂婆婆的战斗力必定不会弱。黑胡子之所以放弃汉库克的甜甜果实，一方面是对雷利有所忌惮，另一方是害怕杂婆婆和夏琪，这2位传说级海贼才是他的最大威胁。5个特殊超人系果实能力太逆天，其中有3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不过有1人被卡普一击铁拳锤爆。第一颗是诺诺果实，能力者是卡塔库利，拿着10亿5700万的赏金，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加上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尾田曾经在 SBS 中特意说明，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属于特殊超人系。第2颗是毒毒果实，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型骷髅，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没有特定的解药，只要在痛苦中丧命。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救哥哥艾斯，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五感，瘫倒在地，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元帅战国曾说过，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当时路飞只开发出3档，也不会武装色和见闻色，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第3颗是食尸果实，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皮卡用食尸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甚至有海米觉得食尸果实是自然系，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性格上还特别傲慢，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结果被一招9刀流大千世界秒杀。第4颗是岛岛果实，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匹萨罗，他拥有恶阵王的称号，想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匹萨罗在蜂巢岛对战卡普的时候，
展示过岛岛果实的强大之处，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被卡普一记铁拳打成重伤。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果实能力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第5颗是合体果实，能力者叫巴雷特，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与年轻雷利战斗都是平局收场。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4皇级别吗？离开罗杰海贼团后，巴雷特在大海上驰骋，最后被屠魔令击败，关入监狱。趁着路飞大闹推进城，巴雷特成功越狱，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打4档状态下来的路飞，也就一拳头的事情，战斗力绝对不弱于4皇。香克斯透露白胡子的真实战斗力，已经不配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的称号，与前海贼王罗杰有着相同的弱点。白胡子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赏金高达50亿4600万贝里，拥有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也是罗杰死后最接近海贼王的人。当年白胡子在无名小岛遇到罗杰海贼团，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战斗，白胡子与罗杰大战3天3夜未分胜负，可见两人的实力属于同一水平。吴老星对白胡子的实力非常忌惮，得知他与香克斯见面非常紧张，认为香克斯和白胡子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让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实力。香克斯1岁的时候就在罗杰船上，对白胡子真正的战斗力也很清楚。为了不让艾斯去追杀得到暗暗果实的黑胡子，独自一人登上莫比迪克号，面对白胡子一点也没有示弱，拿出佩刀格里芬与丛云切进行战斗。可见在香克斯的心目中，白胡子虽然很强，自己也完全不会弱于对方。顶上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战国就让手下10万精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即便人数上占据优势，一旦大意也会战败，因为对手是最强的白胡子。卡普与战国的态度一样，一再告诫手下的人，白胡子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鹰眼和白胡子一样都拥有最强称号，可是鹰眼却认为实力相比对方差很多。相比大将黄猿和青雉，赤犬很认可白胡子的强大，前期不敢主动参战，靠着使用奸计策反斯库亚德，让白胡子的身体被刺穿后才敢与之战斗。赤犬虽然嘴上调侃白胡子不中用，行动上却认定自己打不赢对方。见到艾斯丧命后的白胡子特别愤怒，用出最后的力量狠狠揍了赤犬一。假如是年轻没有伤病的白胡子去马林贩毒，赤犬的脑袋必定留不到战争结束。凯多和白胡子都曾是洛克斯的成员，双方的战斗力强弱也应该很清楚。对战路飞的时候，凯多也强调说，白胡子是能与他生死决斗的强者。不过凯多认为白胡子和罗杰都很幼稚，没有称霸世界的决心。巴雷特的梦想是击败罗杰，得知罗杰身患绝症后，他决定成为世界最强，对白胡子的战斗力也很认可，评价白胡子是拥有怪力的老头。不过巴雷特还强调白胡子和罗杰一样，都有把同伴看得非常重要的缺点，这也导致白胡子带领所有人去救艾斯，才在海军基地马林范多丢掉性命。不管是香克斯还是巴雷特，他们眼中的老年白胡子都不算世界最强男人了。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吴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CP 组织看似很强，战斗力却垫底。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除了搞情报，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4皇团，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在鬼岛战争中，两位 CP0 联手攻击乙藏，结果还被对方反杀一人。卡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也掌握了果实觉醒，结果被索隆吊打。还有陆奇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面对5档状态下的路飞被玩虐，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可以单独面对4皇，而且海军人数众多，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青雉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新来的2位大将藤虎和绿牛都说有怪物水准，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对战巨人茉莉手掌被刺穿处于劣势。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虽然人数众多，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吴老星的存在，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不出意外吴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不管是海军还是吴老星，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当年在香波地群岛，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世界会议过后，赤天使登场，
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还有 CP0 的卡库，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他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仅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土星萨坦圣的核心能力全部公开，果实觉醒只是标配，霸王色物理伤害才是杀手锏。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吴老星每次出场的逼格都很高，即便是面对元帅赤犬的挑衅，他们也能非常冷静的轻松应对。吴老星的战斗力有没有超越四皇，一直是海迷们在争论的话题。直到世界会议期间，5个老头才第一次战斗，对手是革命军的参谋长萨博。见到萨博要救走寇布拉的时候，他们和伊姆大人一起发动恶魔果实能力，如果不是寇布拉舍命掩护，萨博的性命肯定会留在圣地玛丽乔亚。土星萨坦圣正在弹头岛对抗草帽团，也是吴老星中唯一展示全部能力的人。他已经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从外表上看很像是日本的妖怪鬼牛，拥有什么样的特殊能力暂且不知，对战斗力有多大提升目前也不清楚。面对波妮的偷袭居然没有轻松躲开，可见他的战斗力并不是最顶尖水准。萨坦圣的见闻色霸气也特别强，待在军舰上也能感知弹头岛的动向，察觉到贝加庞克修改了和平主义者的命令，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如果他的见闻色能预见未来，或者拥有见闻杀，妥妥的能达到四皇级别。萨坦圣还拥有瞬间移动能力，前一秒在军舰上，后一秒就能来到弹头岛。目前只有香克斯展示过瞬间移动能力，速度甚至能超越黄猿的光速。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萨坦圣拥有瞬移能力，注定是一位顶级强者。在漫画1094话中，一位士兵看了萨坦圣的眼睛后，脑袋随即爆炸丧命。萨坦圣的周围也出现大量黑色闪电，不出意外就是霸王色的一种用法。已知的霸王色最强用法就是缠绕攻击，凯多曾强调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罗杰和白胡子对战用过霸缠攻击，香克斯秒杀基德也使用过霸王色缠绕。据说香克斯还会霸王色的另一种用法，就是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当年一个人去找白胡子的时候，就曾释放过霸王色霸气阵列传板，结合海军士兵脑袋爆炸后，立马有人下令让准将以下的人不能直视萨坦圣，也能推断出萨坦圣对霸王色的运用已经达到能造成物理伤害的程度。看来凯多对路飞说的没错，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目前萨坦圣还没有展示过武装色强弩，也没有表现出恶魔果实具备的特殊能力。弹头岛接下来的战斗情况将会确定吴老星是否具备四皇级别的战斗力。